欧洲人也很喜欢吃我们这种原汁原味的台菜。我已经来这边30多年了。今天我们从荷兰来到意大利的米兰5日游。那米兰呢，是欧洲国家意大利的西北方大城，位于意大利人口最密集且发展程度最高的伦巴第平原上。它是欧洲南方的重要交通要点。那我们现在在米兰的卡拉瓦乔国际机场，我们要搭接驳车到米兰的中央车站。如果要搭这接驳车的话，你要把这个印出来。这意大利的司机真的是我看过最帅的司机，他会边开车边放意大利国歌。找不到。方向比较不放心的是，我的行李现在是放在那个下面。哦，对，行李统一都要放下面。我们到了那个米兰中央车站，我们现在要去搭地铁。好，我们要去买地铁票啊。现在我们来到米兰的中央车站，它是建筑于19世纪初的建筑艺术古董。它是意大利米兰的最主要火车站，也是意大利第2大的火车站，也是欧洲最主要的火车站之一。现在我们要买地铁票，那单程的话是2.2欧，如果你买多次会比较便宜。这个之后我们会出另外一集影片介绍给大家。买到票喽！叮叮叮叮。那你买到了地铁票，不只可以搭地铁，你也可以搭路面上的电车。有够尴尬的，第一次搭电车不知道前面那边不是打卡的，打卡的地方在车厢的后方。在米兰的电车真的超级复古的，所以小安特别换上复古的穿搭，搭配着这复古的电车，大家觉得美吗？一开始我以为来到了亚洲的城市，结果被电车的声音拉回了现实。我现在来到了米兰的唐人街，那在我后面呢，这家是非常有名的排队名店煎饼果子。那据说呢，除了煎饼果子以外，它的那种皮类的产品都很有名，饺子啊，然后还有馄饨，是不是？对。好，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Let's go。哦，嗨嗨，你好，我要一个煎饼果子加肉肠。据说这个煎饼果子是起源于中国的天津，那中国北方人会把这当早餐。那我点的口味里面不止加油条，它还有加这个80%的牛肉，还有20%的猪肉。它看起来就很像我们的蛋饼的感觉。蛋饼里面包油条，包油条加包肉条这样。还不错。OK。这旁边有一家肉夹馍的店，那感觉就是把那个五花肉然后剁碎，剁碎之后呢，再包进去这个馅饼里面。超香的。我觉得这个超好吃。在这米兰的唐人街，你可以看到排队的大多是欧洲人，还有少数的亚洲面孔。接下来前往重头戏啦，台湾餐厅。那我们现在的地点呢是在米兰的唐人街，这边有一个唐人开的餐厅，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台北街头，就在我们后方。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的定位 ，Let's go。一进到店内就看到店内摆着台湾的餐车，那餐车上也有一大堆台湾的街头小吃可以让你点。很难想象在意大利的米兰，居然会有这么有台湾味的一家餐厅。我来试试看它的牛肉，软。哇，它炖几个小时？我觉得它是不是有炖到1天24小时，超软的。
我几乎根本不用什么咀嚼，它旁边有一个菜头跟一个红萝卜，真的很软烂，非常软烂。它牛肉面真的很好吃，很清爽的牛肉面。这奶如何？珍珠很 Q， 它是属于茶味比较浓的，我喜欢。真的是麻油鸡耶，它是油饭加麻油鸡，好好吃哦。这个蔬菜很新鲜，因为它的脆度非常的爽脆，很新鲜好吃。道地台湾味。这红豆豆花超好吃，还有这水煎包超级恰的。我们现在吃完了，那我现在邀请到这个台北街头的老板娘，怎么称呼 Betty。我觉得我们吃完，然后我觉得这东西真是很道地耶。我们从台湾然后来到米兰，然后真的是满满的家乡味，而且价格在欧洲来讲，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对啊，那为什么这 Betty 姐会想要来这边开店呢？其实我并不是来这边开店的，而是这些年待在米兰，因为米兰事实上是一个对食物非常注重的一个城市，但是我都觉得好像吃不到什么正宗的台湾料理，所以我就想说，干脆我自己来试试看，就是这样子。那你是只身自己来吗？对啊，以前是的，我已经来这边30多年了，对，然后来这边念书的。那在这边好不好做啊？就大部分人的客人是台湾人还是都是欧洲人？都有都有。欧洲人也很喜欢吃我们这种原汁原味的台菜，很奇怪。我们当初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会不会那些意大利人会不接受，外国人会不接受？结果发现他们非常接受，而且常常都说我们非常好吃。这点是真的。刚刚店里面超多欧洲人，是啊。我本来想说应该大部分都亚洲人，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们只会做那个 microchip， 结果没想到我们也会做菜。然后我发现里面真的是包罗万象从台湾的珍奶，然后到这种霸丸，然后点的这个麻油鸡饭、牛肉面，这些都是你过来才学的，还是其实你来之前你就是做餐饮相关的？从来没做过餐饮，只是我很喜欢吃东西，所以我每次回台湾，我都会回去好好的看看吃一吃。然后这次因为有3年的 COVID 的时间嘛，所以让我有机会，正好有时间可以把这些以前知道的东西反刍一下，然后再把它重新设定它的，就是把它的真正原味、原汁原味找出来。所以也算是 COVID 的，也算是我蛮感谢 COVID 这段时间让我有进师的机会。所以这个凤梨酥也是您自己做的？对，自己做的凤梨酥，看起来就很酥。超酥脆。那之后就是 Betty 姐有想说要回台湾吗？还是就是在这边呢？因为我已经来这边30多年了，其实以后谁晓得呢？对不对？谁晓得这个生命会把你带到哪里去？所以也很难讲，不一定不一定。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到米兰然后我们很开心就可以来到这充满台湾味的店。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到米兰旅游的话，那也可以欢迎光临这个台北街头。鸡推好，那就谢谢，下次影片见，拜拜，大家，拜拜。其实当天我们在整个唐人区发现有非常多的店面有卖台湾风味的食物。在来之前，我以为台湾的能见度只有护国神山，但其实我们正在用珍珠奶茶，还有这些其他的台湾街头小吃，宣传着我们的国家。大家如果到米兰旅游，欢迎到 Betty 姐的店，体验在他乡吃台湾食物的滋味。相信我，那种体验跟在台湾吃真的是会非常不一样，而且永生难忘。下一集我们带大家看最爱台湾的意大利人。I want to record video for this one. I said that my blood is 0.0001% Taiwanese. 还有我们拍到了强塞鸽子饲料的一个骗子，大家要小心注意，如果旅游米兰的话。